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哈。我们在第一个部分的课程已经基本上全部教学完毕。那今天我们来录制关于第二个部分哈，通证企业的一些挂牌的意义，包含通证企业挂牌的一些所具备的需求条件，还有通证企业挂牌它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啊，种种之类的。我们今天来做一下这个方面的介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所有的通证挂牌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传统的这种区块链的做法。其实通证跟我人一样它的挂牌方面会存在很大的一个含义存在就好比说可能这个里面把这个企业挂牌以后它有点类似于股票一样，它可能对于企业自身的一些结构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好，这个就是我们企业挂牌的一些优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通证企业挂牌的意义有哪些存在第一，增加了企业本身的融资管道。企业的发展说实话真的是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中小微企业由于自身的一些特点的局限，所以融资难度也会相对的比较大一点。我想很多中小型企业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困惑跟困扰。但是通过公司的改制跟企业挂牌，可以让公司在短期间内以这种定向私募的方式募集到公司发展当中所需要的各类资金，并且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投资者的一些相关的投资顾虑，使得公司相对容易的募集到所需要的一些相关资金。所以公司挂牌是中小微企业快速低成本融资的一条重要的便捷途径。但是在通证市场并没有办法光用这个股权来进行私募资金，但是你可以通过产品、资产或者你的能力等等方面来进行通证化的发行。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通证的挂牌跟企业的挂牌这个是两件事情，大家不要搞混在一起。但是呢，要做通证挂牌之前，必须要让企业事先挂牌。企业为什么要挂牌？企业必当要经过尽职调查机构对这个企业本身进行最基本的一些尽职调查。就好比说吧，一个企业如果不合格了，那你觉得他所发售的任何产品、商品、资产会有人相信吗？不会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企业挂牌可以增加这个融资管道呢？可以减少这个融资成本呢？我们来想象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吧。每一个中小微企业，它在融资的过程当中，无论你是跟银行还是跟民间，又或者说你可能跟一些资金机构或者基金公司或者投资机构在进行洽谈对接的时候，它一定会要求一件事情，就是要对你们进行相应的尽职调查。一定要出具调查报告以后，这些机构才有可能会考虑给你钱，不管是融资还是投资。有没有发现这一点？那么企业在通证上面进行企业挂牌以后的唯一优势，就是我先把这一些工作用最低成本的方法我把它做完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一些投资机构、融资机构在找你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找他们的时候，就不需要再经过2次、3次不断的时间长久这样子不断的去做尽调、做风控、做调查，对不对？是不是可以缩短很多时间？我刚刚讲到有提到低成本这个后面教授会来讲。第二，企业挂牌本身是可以优化公司的资产跟负债结构的。中小微企业在挂牌之前，经营风险是由公司的所有者来承担的，但是中小微企业通过挂牌可以稀释股权、产权，来扩大股东基础或者是投融资基础，来自身的分散了公司本身的经营风险。当然，风险跟获利它是同正比的所以既然分散了经营风险，相对的你就分散了你的盈利的这个利润结构，对吧？当然这个每个角度不一样这个留在我们专业课程里面再来做讲解。
所以通过这样的分散经营风险来讲的话，是可以进一步的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同时可以通过企业挂牌后的相关自审，就是自我审理的意思啊，来调整企业发展的步调，接连发行企业自身的资产以及商品或者服务的通证，为企业自身带来另外一个产销的管道啊，这个是优化整个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以及优化整个公司的经营结构的一个方案。第三，可以借由挂牌来规范公司的一些相关的治理结构。中小微企业可以通过挂牌来弥补自身在管理的这个理念上面、股权的结构上面、治理模式方面的不足，通过挂牌中的一些信息披露等一系列的制度来慢慢调整自己，对不对？来提升公司自身的管理水准，提高公司的一些相关的竞争力，并且优化公司在产权结构的这个程度上面，建立现代化产权制度，并且完善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来规范公司的治理结构。大家你说重不重要？所以企业挂牌很多时候你不要只认为说我挂牌是为了要融资，要募集资金，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去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要去融资以前或者找投资以前，首先你自身的一些结构跟你的管理的体系都不完善了，换成你今天是投资人，你会投这样的企业吗？不会嘛，对不对？来，第四点，增加企业的知名度。因为中小企业通过挂牌以后，它可以充分的来展示自己公司的一个发展前景、盈利的一些能力和管理的水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面对公司来进行宣传，提高公司的品牌以及社会知名度以及公司的商誉，增加公司的无形资产，有利于公司在进一步提高市场地位和竞争力。这个部分很重要，好吧？第五，提高企业核心的竞争力。公司通过定向私募融资，通过通证挂牌交易，可以更加熟悉通证市场的规则，以及目前资本市场的一些市场规则，可以制定更好、更合理的发展战略目标，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呢，挂牌公司可以通过内部股权的确认，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确权和通证持有等方式来对员工和管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因此就可以吸引住、留住人才，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增强公司发展潜力和后劲。重不重要？攘外必先安内，不管你未来事业是不是在转型，是不是在成长那你要去对外战争之前，是不是先把内部先安顿好我的员工，我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在讲品牌危机的那一个课程当中，大家去听一下就明白教授在说什么，好不好？来，第六，增强公司的资产流动性一个公司就跟水一样，如果你不流通，它就是死水，一滩死水容易蒸发，容易臭掉，容易烂掉，对吧？所以流动性很重要。中小微企业的股权通常不具备流通性，通过挂牌可以大大的增加公司的产权、商品、服务以及相关的服务产品、相关的权益价值的流通性跟开放性。所以你说这一点重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企业挂牌自身的意义以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通证市场上面挂牌企业所需要具备的一些挂牌的条件。其实中小微企业在挂牌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啦，它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好。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企业挂牌主要是要证实企业自身的一些技术能力、生产能力、管理能力、财务能力，并且证实企业自身的未来的发展能力。这是一个企业具备的几大要素，对吧？首先第一个挂牌条件是满足1年的会计年度，这个要求不高企业必须要满足成立1年的会计年度，并且提供相关1年以内的所有财务报表。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
股东大会的决议，股东大会通过申请挂牌的决议，同意公司到交易中心挂牌，登记存管，并且接受监管，承诺履行信息披露的意义。这些义务都要去遵守的。为什么要有股东大会的决议啊？不是今天你中小微企业经常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我是 boss 你们都是我的 partner， 我是最大股东，我说了就能算。No， 不对的啊，这个不对的，跟大家讲这是不对的哈。为什么是不对的？我来告诉你，企业机构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事业体，既然有设立股东了，那就必须要有股东决议的会议来共同达成、共同同意决定这个事务。不是你 boss 你股权占得大，你就可以做主，你就可以乱来，不是这样的。公司管理结构不管从法律层面、从法规层面，或者从经营管理层面上，它都是有受到约束的。大家所有的中小型老板，你们要改变这个思路，好吧？第三个就是要提供一些材料根据要求来提供一些相应的材料第一，你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影本你的公司营业执照，有的叫营业执照，有个国家地区叫做营利事业登记证，有的叫 CR， 有的叫什么不一定，反正就是要能够证明你在该属地国家政府当中是有合法登记的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第二，你的公司开户许可证明的影本，可能有些国家地区是没有开户许可证的，这个时候你就准备你的银行户口，证明你的银行户口存在的这个证明就可以了。第三个公司企业法人的身份证影本。第四个，股东跟高管的介绍。第五个，企业征信报告。第六个，企业内部小视频30秒以上。第七个，财务报表，1年份的财务报表。第八，第三方尽职调查报告。这些东西在后面教授会专门再录制一个操作的视频然后包含 PPT 怎么做、文件怎么做的这些内容，我后面会来补充一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补充的视频上面去学习。好，我们在今天课程就暂时不讲这个，我会单独再录一个，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通称企业挂牌的过程当中所要去了解的一些事物我们刚才有提到是关于这整个相关的证明，对吧？那我们把这个相关的证明再详细的说明一下。经营许可以及相关证明就是要提供企业相关的经营证明，比如 CR 营业执照、其他许可证明等相关文件。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不单纯只有你的营业资格证，这里面可能还会涉及到，如果你是特许行业的，有没有政府颁发的特许资格证？你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的，有没有特殊行业政府颁发给你的特殊的行业证明？比如说律师楼，你要有律师资格证，或者是这个法务许可证等等之类的。你是环保型企业，你是工厂，你是食品制造厂，有没有相应的这些环保证明？这个就作为你在挂牌的同时要展示出来的，所以这个对于你自身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吧？第二个是属地国的财税证明你要提供你在属地国家政府颁发的财税证明，例如税务许可证、纳税证明等等的这些东西你要提供出来这些证明。第三，负责人跟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提供企业负责人以及各产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以及聘雇证明跟职务证明。当然这里就会涉及到，如果是股东要提供股东证明，如果说他只是单纯的给你当高管、给你打工的企业这样的人，你就提供他的劳务合同或者是他的工作证明也可以很简单，就你公司开一个工作证明，证明他是你的高管就可以了。好，为什么这些高管你会觉得我企业融资跟高管有什么关系？当然有绝大的关系一个企业如果不因为这些重要部门的头头他的背景、他的资历以及他的管理理念等等的相关介绍会加分会给你的企业来进行加分的，明白吗各位？你要证明给所有的投资人跟消费者看说你看我的技术部门的老大是谁谁谁你看他的学历，你看他的背景，你看他的从事经验，对吧？他获过什么奖？你说重不重要？非常重要的，好吧？
好，再来第4个，股东跟主要负责人的简介，通过 PPT 的形式来提交股东以及主要各产能部门负责人的一些相关介绍，来提供相关技术证明，这是比较好的。好，比如说我有比如我是食品生产厂，我可能有食品生产许可的证明，我可能有什么什么技师证明，我可能有设备操作证明，我有职业资格证，好，或者我获过什么样的奖，这个都是加分项，这些都是加分项。好，第5个，提供企业征信报告跟证明，要提供属地国家政府或者权威机构的征信报告，或者是征信的这些报告证明。当然也可以由第三方尽职调查机构在调查的同时，由律师机构或者是由尽职调查机构的调查专员或者是律师在写报告的同时，请他证明你的征信是真实的你的企业是合法存在的，你的办公地点的照片附上等等之类的。这个我们会留在这个讲这个尽职调查的这个流程的时候会来讲这份东西。第6，企业的介绍文件企业的介绍文件其实是可以跟这个股东或者是主要负责人部门结构可以放在同一份 PPT 就好，到时候我会把样板放在这个官网上面，大家可以去下载，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你就照填就好了照样去填东西就可以了，会给你一个范本，好吧？好，所以企业介绍除了 PPT 以外，你还要再提供一份小视频。这个小视频你不一定要找专业人去拍，那可能要万额8000的成本又出来了，没有必要。拿着手机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部门，对吧？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工厂的形式，手机拿起来就拍一拍，这个是我的工厂，这个是我的办公室，这是我们的高管，这是他的办公环境。好，用这种方法来介绍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好，第7个，财务年度报告，请提供不低于1年的财务报告，用于证明企业自身的实际财务情况。这个部分你不需要提详细的，因为企业挂牌它不要你详细的财审报告，它只需要你提供概表就可以了我今年的营收各方面这种概略表就可以了，好吧？第8个，尽职调查机构的报告，请提供中心认可的合作机构委托进行尽职调查。主要尽职调查的部分只需要证明企业自身的上述材料是真假，这样就可以了，也就是证明上面的东西是真的假的。好，在政府的登记的名称，政府登记的名字对不对？证书是真的企业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他会上门去给你拍几张照片证明说这个企业是合法存在在登记地址上面的，就这么简单，好吧？好，这个部分呢就是所需要具备的材料上面的简单讲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整个流程比较简单教授在这里给大家列了6大点第一个呢是通过通证的门槛通证发行企业挂牌主要的门槛用于证实企业本身的一个合法性跟合格性这是最基本的经营企业最基本的投融资最基本的对外进行 marketing 宣传销售最基本的一个原则，通证的门槛，好吧？第2个，挂牌展示，成功挂牌以后企业的相关资料将会在中心的官网进行展示。第3个，你会收到一个企业的代码，唯一的企业挂牌的代码，来证明你自身挂牌的这个相应的许可，而且代码当中会附上 QR code， 可以随时的附带去展示你企业的挂牌情况跟这个相应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内部的实际情况的展示。也就是通过一个 link 跟一个 QR code可能以后你的名片就变了，我不需要再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大家扫我的 QR code， 你可以看到你要投融资是吧 OK， 那你看我的资料我的合法报告，我的验证报告，我的尽职调查报告，我的所有一切报告，你要了解我公司的产品，来上来看一下我这里面有什么再结合 VR 的演示系统，你就可以发现这个 QR code 真好用这叫企业代码，好吧？第4个，挂牌企业必须要有披露的一个义务挂牌以后的企业有义务在发生重大情况的时候向公众进行信息披露工作，比如更换股东啦等等之类的，这个信息披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好吧？第5个，信用背书，企业信用对于任何层面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能够成功挂牌的企业啊，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的。这个就不是你去花几千块钱、几百块钱找别人做个网站，或者去参加一些会，花几千块钱参加个博览会啊！你看我的企业多有名 ，no， 没有人认识你，对吧？往往你得不到什么好的回应。但如果今天你的证明能够来真实的，你看律师、财会师、评估师、各种老师、各种专家给你的所有的相应报告，这个有没有权威？这些背书比你去花几千几万，天天我去入园啊，我去参加展览啊，我去登个黄页，我去花几千块买个奖 ，no， 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各位，好吧？所以信用背书的产生方法是要用最实际的背书方式来进行背书的，这一点请同学们要注意。第六，挂牌的重点。企业挂牌并不意味着中心允许你去做股权募集等相关工作啊，这个你要特别注意啊。挂牌只是展示啊，挂牌只是确认你这个企业是合格的，是合法的，明白了吗？他为了让你自身来审查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啊，通过专业的人，通过合法权威机构，明白了吗？各位，不是允许你去挂牌去做其他的这个交易的，不是的，好吧？好，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哈，这个是关于整个通证企业挂牌的一个基本跟它一些需要具备的条件，好吧？今天这堂课程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堂课再见，拜拜。